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官方很突然的就公布了2个新统帅的技能，这里就有包括伊丽莎白一世还有维钦托利，一个是远程统帅，一个是领袖统帅。那其实在之前越南线下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公布了这2个新统帅的一些消息，还有他们的定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们的技能到底是怎么介绍的。我们先从领袖统帅维钦托利开始，他的天赋是领袖通用辅助，顾名思义就是他的一些输出可能并不是很高，因为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他是有护盾的，可能他的主要强项是在吸收伤害，受到的伤害降低等等的。这边我们先看他的第一技能。它的定位是在群体怒气需求1000点，开启持续5秒的强效护盾，这个跟我之前预测的是一样。该护盾吸收大量的伤害，伤害系数2500，在接下来5秒内，使圆形范围内最多4支友方或己方部队的攻击力提升30%。接下来3秒内，圆形范围内最多5支敌方部队行军速度降低40%。如果是说它这边有 buff 的情况下，通常我会把它放在主将的位置，再加上现在辅助的天赋其实会比较强一点不过这个我们之后还是需要再观望了。主要它这个提升30%的攻击力还蛮不错的。至于行军速度降低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站着跟对方打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必要啦，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的战场比较多玩家他们会进行拉扯的动作，所以如果有这个 debuff 的话，导致到对方他拉扯的时候那个速度会稍微降低一点点。当然这个是要在这个统帅刚好触发的那3秒之内有影响到对方，他拉扯才会比较慢一点，才会受到影响。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针对于那些拉扯的玩家。第2个技能，所率领部队生命值提升30%，行军速度提升20%。哇哦，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拿来搭配工兵其实还蛮不错的，尤其是拿来搭配诸葛亮之类的。但是这个我们再观察一下看怎样。在野外时，基础攻击有20%的概率让目标部队立即失去50怒气，冷却时间3秒。那如果他是说这个基础攻击的话，针对于现在连击伤害统帅会比较有优势，因为连击伤害统帅他在打出连击伤害的时候通常是有3个几率可以触发到嘛，所以如果是拿去给连击伤害统帅来触发的话会比较容易。每累积使敌方部队失去100怒气，所率领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造成的直接伤害、连击伤害、重击伤害提升5%。该效果可以叠加，上限为4成，且每次叠加都会刷新持续时间。它那个5秒比较难控制吧，因为像它这边20%的概率有很大可能已经过掉了那个5秒时间，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在我们实战的时候看它到底能不能叠上去。因为一方面我们除了考虑到这边5秒的问题之外，还有就是你的战斗回合的问题，有可能你在叠上去的途中你就已经断掉怒气，你就没有办法持续叠上去。所以我觉得比较保守，就是你们把它考虑成提升5%的连击、重击伤害还有直接伤害就好，不要把它想成有20%的提升。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叠上去的话是最好啦。如果是针对于像你们站着跟对方打到死的情况，就比方说像埃及之战、奥西里斯联赛的话，可能可以堆叠到20%，不过还是有一个20%的概率啦，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实战的时候才可以看它情况是怎么样。假设说能够堆叠上去的话，当然是很强了。第3个技能，部队容量上限提升10%，率领2种及以上不同兵种的时候，造成所有伤害提升25%。这个一般玩家应该是不会用到多数只是用一个兵种而已，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跳过。率领1种兵种的时候，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20%，怒气获取速度提升10%。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怒气提升，而且现在玩家其实比较注重怒气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制作比较多的战鼓的原因还有号角，现在都没有什么在用戒指了。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带到2个兵种的话，当然会更强一点因为它这个是所有伤害提升的，而不是只有普通的攻击伤害提升而已。
第4个技能，自身为野战部队时，基础攻击有 10% 的概率为自身圆形范围内生命值最低的一支友方部队或己方野战部队，包括自身的部队，开启一个持续3秒的强效护盾。该护盾能吸收大量伤害，伤害系数800，冷却时间5秒。每当该统帅开启护盾被打破时，所率领部队立刻增加100点怒气，并使所率领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造成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10%。该效果可以叠加，上限为4层，且每次叠加会刷新持续时间。我是觉得它这个护盾效果会比较稳定一点啊，因为它的主动技能就是开启护盾嘛。那假设说如果你其他的统帅一样还是有护盾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触发到的。它没有要求说一定要这个统帅的护盾才可以。像假设说你搭配的一些统帅，它的技能释放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就比方说像一些骑兵啊，又或者是像孙武这样子，它只是需要900怒气的话，其实很容易触发到这个技能再加上它这边基础攻击的时候有 10% 的概率嘛，又再开启一个护盾，所以我觉得它第4个技能还有第2个技能啊，将会是这个统帅最强的部分。当然它那个护盾开启可以让你的兵种不会死得这么快，伤害减少，也算是很强的。但是它这边写5秒内造成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10%， 如果是拿来当工兵的副将的话，就有一点浪费啊，因为现在工兵主要还是使用技能伤害，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技能，他这个统帅拿来搭配步兵或者是骑兵的连击伤害会比较合适一点。像我刚刚所讲的，如果是想你要怒气堆叠的比较快，比较容易释放自己的技能的话，其实搭配阿卡琉斯会稍微好一点。不过现在阿卡琉斯其实不缺搭配啦，可以拿来搭配一些其他的统帅。最后觉醒技能，担任主将时开启护盾效果提升 10%， 守护阿莱西亚技能开启的护盾被打破或消息时，对自身圆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1次直接伤害，伤害系数300，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每支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 15%。 担任副将时，所率领部队防御力提升 5%， 主将释放主动技能前获得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40% 的增益，持续1秒。我怎么感觉副将的提升比其他担任主将的时候还要来得更好？但是正常来讲啦，领袖统帅一般没有人会拿来做主将的，都是拿来做副将的。而且从他这边技能看来，确实是副将比较好。你们自己看呢，所有伤害提升 40%， 而且是没有冷却时间呢。虽然是说他这个触发的时间有一点短啊，只是持续1秒而已，可能他是不想要让副将，也就是他自己在释放一些伤害的时候也是有这个 40% 的争议吧。反正也无所谓啊，因为他的主动技能也没有伤害他的主动技能就只有护盾而已啊，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啦。只是我不知道的就是是不是每一次在主将释放主动技能之前都会有这个 40% 的争议，如果有的话，哇，这个是真的很强了。接下来就是统帅的技能动画，这个在之前越南线下聚会的时候我也是给大家看过了，不过那个画面会比较模糊一点，这个会比较清晰。就是像之前我所讲的，他会开启护盾，然后持续的时间是5秒，在第5次的时候他的护盾就被打爆了，同时间也是可以看到他对敌方那边发出了一个 debuff， 就是让对方的行军速度降低啦，但是在这个画面上其实没有显示出来，我之前拍摄到那个画面会比较清晰一点，有写出来。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统帅的优点。这个统帅它是完完全全是针对于辅助去设计的，你们可以看到它很多东西提升都挺高的，比方说像这个攻击力提升 30%， 而且它这个是没有冷却时间的，只要你释放到它的主动技能就会触发，并且它不是只有提升自己而已，还有包括自己的队友，尤其是你自己的队伍优先嘛。再来就是它的生命值提升 30%， 以现在的版本来讲，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有统帅有提升生命值了，很少，真的很少，多数就是提升攻击或者是防御而已。重点是它还有提升行军速度 20% 啊，以现在的环境来讲啊，尤其是你要拉扯啊，又或者是你要跑远路的话，这个提升是很必要的。它那个怒气获取速度提升呢，是有一点类似像朗纳尔这样子，也是很少见的，还可以提升自己的怒气，然后普通攻击伤害提升，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觉醒技能真的是很强啊，直接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40%， 所以也就鉴定了这个统帅是必须要把它觉醒的。你们卡技能的话，它这个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就会完全没有的用。
至于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它多数技能呢都是有概率性的，像这边就有一个10%，然后20%，再来就是叠层的问题啊，其实也是跟最近推出的工兵差不多。但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这个是基础攻击的时候，以现在连击伤害和重击伤害统帅来说，其实要触发的概率会大大提升，尤其是搭配骑兵的话，它这个触发的条件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就连它这个第4技能也是通过基础攻击的时候有10%的概率会触发。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这边的提升是普通攻击伤害提升啊，对于工兵来讲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还有就是它的输出或许对大家来讲会比较低一点啊，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只有担任主将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伤害，但是我都觉得多数玩家应该不会拿来当这主将，然后剩下这些有伤害系数的全部都是吸收伤害而已，而不是自己打出伤害。它是完完全全辅助型的统帅，那辅助型的统帅一般可以用多久我就不确定，尤其是现在战场其实大家会比较喜欢拥有输出 DPS 的统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再观望。如果它设计成又可以攻击又可以辅助的话，我觉得大家会选择它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就比方说像之前推出的赫克托尔。所以就算它这边是群体有 AOE 的情况来讲呢，但它不是 AOE 伤害，它是 AOE 辅助，这一点就要见仁见智了，就看你们有没有必要。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个统帅如果它定位只是辅助方面的话，它肯定是强的，因为它这些所有提升的数值都挺高嘛。但是如果你是把它当做说，哦，我现在没有输出统帅，你需要用到这些输出的统帅的话，这个肯定是不适合你的。如果你是弃队的玩家呢，是肯定需要用到这种辅助型的统帅，加强你们自己的队伍搭配阵容。如果你是一般的玩家的话，我会建议你去用一些更加实用性的统帅，像是那种秦始皇啊、诸葛亮这种有 AOE 输出，或者是阿卡琉斯这种统帅会比较合适。但是我们目前也只是从他这边技能描述来了解这位统帅而已，有可能他实际表现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好，这个我们有待观望。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